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Forecast Happyology 读占卜的频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名字有一点变了呢？因为接下来我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影片。感谢大家按下订阅，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让我更有动力做出新的影片。那么接下来龙年到了，不过在整体的运势上面，因为刚好在冥王星的交接的时段，世代的变迁与变化会比较剧烈一些。20年一次冥王星的换位，其实会造成许多人生活上的变化。那么有许多占星学家说，这个和个人的命盘比较无关。不过我的看法不太一样。一个科技的进展，其实都和每一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就像是手机，它变成智慧型的手机之后，大家的生活呢，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不太一样了，包括工作上接收讯息，在电车上呢看一下自己喜欢的书等等。所以呢，它和大家的生活其实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么呢，这次的占卜我用了易经的吉凶卡、紫微卡、塔罗牌、神谕卡等等，来看一下大家龙年的事业运势。那么大环境的变迁导致了许多事业决定上的困难，不过在这样子比较艰困的时代，其实也会有人大展身手的。那么也就是像前几个测验一样，请大家静下心来，我也会放一段冥想的音乐帮助大家选择。那么有3个选项，从左到右是1、2、3组。那么请大家用直觉选一个你最喜欢的牌卡的背面，或者是从号码中的1、2、3中选择一个号码。大家都选好了吗？请大家从资讯栏跳到自己的组别，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解说吧。选到第一组的朋友，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龙年的事业运势。那么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抽到的牌卡哦。第一张大家抽到的是风出9，好，它是吉哦。再来紫微的卡片，大家抽到的是第一张是零星，再来是陀螺，第3张是天机，再来是化禄，还有2张的颜色卡抽到的是崇高以及度量，再来是优雅以及慧心。那么指点的神谕牌卡所抽到的是要洗去你的沉重的负担，再来是你有与生俱来的创造能力，再来是要继续的往前走，以及要简化你的生活。再来塔罗牌卡所抽到的是第一张是圣杯皇后，再来是节制牌，再来是恶魔牌，再来是吊人牌，哇，再来是皇后牌，再来是权杖侍者，以及宝剑侍者，再来是恋人牌，再来是教宗牌。那么最后一张是圣杯的国王，圣杯国王。那么呢，纵观来看，选到第一组事业运的朋友呢，你在整体上呢是蛮不错的哦。首先呢，从你的易经牌卡来看起，你抽到的是风出9。
风初九是说呢，小事可成，可以得到贵人相助。但是呢，这张牌虽然表面上是一张很不错的牌，但实际上呢，就像是你到别人家去做客一样。因为这张牌呢，在易经的就是古文里面有说呢，如果你到别人家去做客啊，就是不能够待太久，待太久的话主人会不开心。而且这个太久它还有一个时间呢，它就写一个旬，旬就是10天的意思。所以呢，就像是古时候到别人家去送聘礼啊，古时候的交通呢当然是比较不方便，所以呢通常送礼的人呢就会在这个对方家中呢住几天。那么呢在这个古文上是有说，这个天数以10天为一个基准，如果你超过10天的话呢，这个主人就会从贵人呢变成就是对比较不耐烦的人哦，所以贵人就会消失。所以那总观这个牌卡来看呢，我们再看一下你其他的紫微牌卡来对着看。首先你抽到了铃星跟陀螺，你抽到了比别人多2张牌卡。然后天机化禄当然是很不错的哦。天机化禄呢，它主要是说不但你在工作上在事业上哦，你的头脑很灵活，你可以用你的脑力思考出来的东西去赚到了钱财，而这个钱财是一个比较不费力的状态，它不像化权一样是要一个比较辛苦的去争取。花路本身就有一个是水到渠成，比较轻松，然后比较不费力的一个状态哦。另外呢，天机化禄它也表示说呢，今年如果创业是有机会的，天机化禄是蛮适合创业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想要创业的朋友们呢，可以思考看看。不过呢，因为你加上你的牌有陀螺跟铃星，天机这张牌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属阴性的一个牌，比较柔和的一张牌哦，所以它分外的呢会怕遇到这个凶星。因为紫微斗数上有6颗比较主要的凶星，这边你就抽到了2颗，而这2颗都是属于来暗的哦。所谓来暗的就是铃星呢，它是就是阴火，所谓阴火就是它会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在你身边流窜很久，这个就是不利跟隐形的一个力量，但它会就像是在地底下的沟渠流动的那个水一样哦，就是非常的不为人知哦。它可能会就算是你有小人，你也很难察觉到它的存在。铃星是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陀螺呢，它则是一个非常非常忙的一个状态，就像一个陀螺在转，而且它是忙的有点毫无头绪哦。那陀螺这张牌就是也是一个会在你身边绕很久的一张牌，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有关于事业运方面，你在处理事情方面，加上易经这张牌卡，你一定要秉持快很准的心情去处理事情，要不然如果一过了那个期限，一过了那个时效，它就会拖很久。所以选到这张牌的人，如果你平常会喜欢拖延的话呢，今年就不能，因为今年呢它所带来的影响，负面影响会比往年再更加巨大。有可能是说，如果你在处理一个案子，它可能就是你1个礼拜之内要做好，可是呢你可能拖过了1个礼拜之后，接下来你可能会有其他的外物进来，会让这件事情呢，本来你可能预想说没关系，可能会再多3天，到最后变多30天了。所以这个能量要小心哦。虽然天机化禄是很不错的，再来要小心的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因为今年龙年的这个能量呢，它是比较混乱的哦。那么呢，许多的朋友可能会受到一些诱惑，所谓的诱惑就是天机加上凶星，很容易会成为例如诈骗集团或者是车手啦，又或者是窃盗集团之类的。因为它是一个动脑的星座，但是它是一个动脑的一个星，不过呢，如果它往坏的方面走去，就是会动坏，就是歪脑筋，我们可以这么说。
歪脑筋一动多的话，就会走向这个歧路，所以有非常一小部分的朋友可能要小心。再加上你这个牌啊，你这个塔罗牌里面有恶魔牌哦，所以这边是一定要再更加的小心。不过说到恶魔牌呢，我觉得龙年有一个能量是大家要小心的，就像我之前有抽过那个3年的运势吧，就是有跟大家讲说，因为我大概有算了一下这个世界的这个运势，然后未来3年呢比较艰难一点哦。那大家看到恶魔牌可能会觉得说啊，抽到这组恶魔牌比较不好，可是我要老实告诉大家，这3组牌每一组用的是不同的牌卡，不同时间抽的，一张张仔细抽出来的，大家都有恶魔牌，所以表示今年的事业当中呢，大家可能会遇到许多一个身不由己的状态。所谓身不由己，就是你可能在原本的工作之外，你需要再多创一个东西，多兼职，多做一个副业，才能够就是赚到你像以前一样赚到一样的钱。所以它有一种你被绑住了，被事业绑住了，但是又不是很开心的被绑住的那样子一个状态。不过因为这组的朋友天机星本身是一颗非常善良的心哦，它是一个在紫微斗数上以善良著名的当然不是说天机就不会使坏，而是说它基本上的基调是善良的哦，而且也很聪明，它是2颗最聪明的星之一哦。那我抽到这个颜色卡呢，特别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龙年的事业运要好，你的度量要大，你的目标要崇高，你的身段要优雅，然后你的心态要能够懂得什么是满足。这4个元素，这个4个提点呢，就特别的重要，因为你要应付铃星跟陀螺的状态，因为铃星跟陀螺都非常纠缠的很久，它的负面能量会纠缠的很久。虽然它对事业运来说有时候不一定不好，为什么呢？因为铃星就是一个我跟你拼了，就是它不是像火星这样拼个1天就没了，可能虎头蛇尾。铃星是他决定了之后，他就是要做下去，他很久努力，他是不畏风霜。那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如果你创业的话，你就要有耐心的把它一直做下去。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也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是得到贵人的帮助，例如说你从银行你得到了融资或得到了一笔贷款，那它是有时效性的，因为你要还钱，这个你就不能拖，因为一拖的话呢，贵人会变小人，所以这边要注意一下。但是这边就是提醒大家的，你的4个能量就是目标崇高，度量要大，生态优雅，然后心态要懂得满足。我刚才已经讲，再重复讲一次哦，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接下来的塔罗牌就是节制牌，节制牌呢就完全就是说明了你的目标要崇高这件事情。因为节制牌是射手座的能量，他看的是第9宫的能量，也就是事业上你所得到的目标，你想要为这个社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好的正面的影响，这件事情就特别重要哦。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的4张的神谕卡哦。它第一个说呢，你要把你的重担给洗去，再来是你与生俱来就具有创造的能力，再来是你要往前走，以及你要简化你的生活。这边都在讲了对应你的凶星的一个能量，你要怎么样去简化你的生活。尤其陀螺是一个会让你忙得不知所以的一张牌，所以这边就是很重要的是，你要把你生活当中、事业当中大中小的项目以及优先的事项呢，都要列得非常的清楚。再来呢，你要把你过多的东西呢跟心态呢都调整好。
把之前呢对于事业上那些负面的能量也消除，因为你今年龙年是可以赚到钱的。再来，天机星这张牌呢，它在事业上很多是属于例如说报社的编辑啦，或者是说有关动脑方面的工程，就是有点像是就是土木工程师啊，或者是说设计师，很多设计师是天机的哦，就是他的设计有很多方面的，但总之是要加入一个计算。另外天机也跟旋转的东西有关系哦，所以机器上有旋转的那个也算。然后再来还有一些会计啊，另外一个因为是机月同梁，所以选到天机这组牌的人呢，很可能很多就是上班族，一般的上班族啊，因为机月同梁就是一般上班族加上公务人员，然后这组牌会选到比较多，这样加上我刚才讲的什么报社的记者啦、编辑啦、美术的人员啦、创意人员跟设计人员，这些常常都会在天机发生。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想很多哲思、哲学、哲理的都在属于这个范畴里面哦。但是有可能的，你今年很想要突破，所以你会想了很多，尤其铃星跟陀罗加上天机，你就脑袋用了太多，所以是时候呢，如果你的项目已经结束了，就不要再往回看哦。然后你今年的创造能力会比往年在特别的高，在事业运上面，所以也特别适合创业嘛，就创出一个新的东西。然后要适时的记得，就是一定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因为如果你往后看的话，你会一直想着我之前那个做的什么项目，它其实应该更完美，它如果再多什么就更完美，可是它已经结束了。所以不要让陀罗跟铃星这个负面能量进入到你已经完结的项目当中，去浪费掉你往前项目的一个能量哦。再来，轻装简行真的很重要，尤其呢你今年龙年看起来会特别的忙碌，在特别忙碌的状态之下，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得不舍弃，就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再来看你的塔罗牌卡，你的塔罗牌卡呢，第一张就是开宗明的节制牌，就是你的事业会在今年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不是为了就是吃饱温饱而已，而是你真正开始思考说事业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抽象，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一个抽象的一个地位在里面哦。例如说，如果你是做广告创意的人员好了，你可能跟一个厂商配合了很久，然后呢，你终于想到跟这个厂商配合的过程当中，你终于知道说，你觉得带给这个社会呢，各种真正能够吃得安心的食物的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你就会开始往那边发展，而且可能会开一个副业，是说我要做一个健康少油的一个什么点心卖给大家，然后所以这就是一个崇高的一个理想，它不再是因为你为了温饱所以跟厂商配合，所以你去做什么公关的活动，你去做可能每次的什么开幕茶会啊，然后印一些什么邀请卡之类的，这些事情不再是这些琐碎的事情，而是你心中是为了要达成你心中已经就规划出来一个比较抽象但又比较理想的一个目标去做这些琐碎的事情，而不是因为这些琐碎的事情而去领那些工资。再来，选到这组牌的人有很奇特的能量，因为呢，你抽到了圣杯皇后，又抽到了圣杯国王，等于说这是一个阴跟阳，而且同等的一个能量。再来，你又抽到了这个权杖的侍者跟宝剑的侍者，它也是一个成对的一个能量。所以这边可以显示出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之前的工作上得到了非常大的满足，你已经是非常成熟的状态在应付你之前原本的工作了，而且这个是用头脑意念就可以控制每一个项目都落在它应该有的位置。
而且圣杯国王跟圣杯皇后它一起存在，就是阴跟阳非常调和，这件事情表示你在这个组织当中，在这个公司当中是很受人爱戴的，你的待人处事都到达了一个大家都很满意，而且在情感的交流上也非常的富足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你不用花很多的心思，你就可以把手上的这个就业的环境呢都弄得很舒适，状态都会很好，并且在处理工作上都游刃有余。因此为什么会天机花路可以有创业，就是因为你已经在原本的事情上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所以你有余力再去做一些可能下班之后做的工作。又或者说呢，你甚至是在以广告公司为例好了，你可能接了某个案主的案子已经几年了，那么因为已经太游刃有余，然后非常的制度化，就是每一个礼拜要做什么都已经非常的清楚，甚至你一个礼拜5天，你用3天就可以处理完了。那这样状态之下，有些人就会选择再多去接触一个案主，就是再多接一个案子这样子。但是呢，因为多接了一个案子，所以就是在学习当中，而这个学习是权杖侍者跟宝剑侍者，你还在企划的初期，在行动力的初期，在执行力的初期哦。所以这边2种的能量并存在选到第一组的事业当中，有非常成熟的力量跟非常就是刚开始开端萌芽新的企划新的案件。而且这个案件跟那个什么设计方面很有关系，因为你看这2张牌很像，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左边这个模特儿身上穿的衣服不一样，所以很多人有可能是服装设计师啊，什么设计类的啊，图像设计啦等等的做一些脑力方面规划的一个工作。再来你又有了这个恋人牌，恋人牌呢，就是你身边的人都非常的支持你在事业当中。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因为你可能本身在事业上的善良，选到这组牌的人感觉比较是默默承受型的就算是有小小的被占便宜的地方，你也都会稍微忍耐过去因为你的心态你的姿态都非常的成熟，所以大家非常喜欢你，你在这个组织在这个单位备受爱戴是大家都认可的一个工作伙伴。所以事业运在你的组织里面是非常和谐的但是有几张牌是比较特别的第一个是皇后牌。皇后牌这个姿态呢，她坐在这个皇位上呢，旁边好像有一个助理在那边抓兔子。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可能在今年会遇到一个情况是，有一个情况是你本来做的工作已经非常的擅长了，所以你看着别人呢在那边忙乱，可是自己处理好事情还可以在那边喝下午茶。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是初入这个组织，所以初入这个社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你可能就是会有零星和陀螺的状态，也就是你会非常的忙乱，是这个忙乱会忙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呢你的上司主管虽然是贵人，可是呢你在旁边很认真的替他抓那个兔子要忙很多小事情，要跑腿，而且这个事情都不是很大，是小事情，但忙得团团转这样子这是另外一个解释。再来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事业上有一段时期必须要忍耐，尤其是如果你是要创业的，我前面有一段时期呢是必须要坚忍的忍耐，而且你的思考期会很长，因为倒吊人呢他的头往下，而这边鱼在这个转，所以你在想象一个你未来的这个事业如果要达到一个很丰沛的状态，能够让养这么大的鱼，在鱼缸里面养得起这么大的鱼那你就要想很久，要怎么样才能达到自己理想的一个状态。那另外一个恶魔牌呢，刚才解释过了，就是今年的状态一定会有一个时期呢，是大家觉得工作呢收入不比以前，但是又被这个工作所绑住，
而这个绑住就是你可能会觉得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收入啊或者是时间不够用，不够，预算不够等等。但是呢，这个是普遍性的问题所以大家要打起精神，就是这个是基本上几乎所有人都会碰到的，所以也就是只好就是让自己的心态调整好，然后走过这一段比较艰难的时期，就是恶魔这个时期而且它会导致说你想要的很多，又或者是说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想要达成的目标很多，可是它同时提醒你要简化你的生活，因此你一定要在这个今年就立下说哪几件事情是一定要完成的，那么其他抓大放小，其他小的呢可以慢慢顺延的呢就要往后，因为恶魔牌就是贪的太多，最后会没有达成到你原本基本就应该达成的。不过基本上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恭喜你其实在事业上呢天机化禄是有可能可以轻松的得到扩张跟你想要的钱财，而且基本上你的人缘非常的好，注意非常的多，贵人也很不错，但是呢打铁要趁热，就是事情不能拖。那么以上就是第一组的讲解，希望大家会喜欢，希望大家也都能够在事业上顺顺利利。那么龙年祝福大家，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龙年的事业运势会有怎么样的发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易经的牌卡，你抽到的是绝九三，这张牌是先凶后平。那么紫微的牌卡你所抽到的是紫微化权。那么颜色的牌卡你所抽到的是尊重跟先见，再来是浅绿色的顺从跟自由。那么提点牌卡你所抽到的是要挑战你自己既有的观点，再来是没有恶意，再来是走入美好之中，这边是惊奇的宇宙，以及重获青春活力的雨水，要洗净过去并且疗愈现在。那么你所抽到的塔罗牌卡是第一张是塔牌，再来是隐者牌，以及权杖三，再来是恶魔牌，再来是审判牌，再来是钱币七，以及宝剑六，再来是魔术师，最后一张牌是钱币的侍者，钱币侍者。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朋友整体的牌卡首先从你的易经牌卡来看起，它是绝九三，它是指先凶后平的一张牌它是说呢，纵然呢遭到了一个责难，不过只要是心诚意正，如果你的操守守正的话呢，这个最后的结果就可以疏解。那么在古书上来讲呢，它是说呢，有君子呢遇上小人，那么小人呢他就习惯将这个盛气凌人的这个态度呢很嚣张跋扈的显露在外，然后希望这样子能够吓到别人。可是呢君子就会显得有点忧心，他会想说要如何就是应付这个小人，但是呢他虽然犹豫不决了一段时间，最终呢能够摒除这个优柔寡断的态度呢，最终能够获得事情平缓顺利这样子。因此呢他在说一个你在之前呢在事业上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人的就
就是责难小人的阻止跟刁难。不过呢，在后期呢，事情就会渐渐的平顺哦。那么你所抽到的塔罗牌卡呢，完全显现了这整个的态势哦。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的紫微牌卡哦。你的紫微牌卡你很幸运的抽到了这个紫微，而且它还化权。那么紫微化权呢，在事业上呢是非常不错非常棒的一张牌。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就是第二组的朋友呢，你在龙年，新的龙年，不管你在2023年遇到什么事情，或是在年初遇到什么事情，我相信在你的事业上都有办法把主导权给拿回来。因为紫微化权呢，因为紫微是事业宫的公主，就是她是掌管事业宫的哦，再加上呢化权哦，你就会比别人在事业上只要努力的话，因为化权的这个态度是你自己要努力哦，你就会有所得。再加上紫微这颗尊贵的帝王之星呢，很容易在事业上得到升迁，而且这个升迁是你可以掌握实权的哦，不会像有一些人呢，他是被名声但是暗降。紫微化权就是你真正的是把权力握在手中的哦，而且呢，你的格局它是紫微嘛，地星，所以格局会非常的大，因此呢，它很容易被上司所看见。另外一个呢，本身紫微化权的人也很适合创业哦，他也很适合在公司当中呢当一个高阶的一个主管。所以呢，紫微化权人通常会有很显赫的一些，例如经理啊、高阶经理人这些有头衔的事业在你的事业宫里面哦。那么我们再来看呢，既然已经得到事业这么就是尊贵的帝王哦，紫微帝星，那么呢颜色卡说你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才能够把这个紫微化权的一个力量发挥到淋漓尽致呢？首先呢，你抽到的是尊重还有远见，再来还有服从以及自由。那么尊重跟远见呢，这个很容易可以理解哦，就是紫微化权，所以呢，你会尊重你的部属，尊重你的上司哦，所以你可以在这个高阶的主管当中呢，做好你的事情，并且紫微化权的人哦，他也很容易会有远见哦。如果你要能够爬到一定的地位，也一定要具有相当的远见，才能够慢慢的爬上去。这个和你这个塔罗牌卡上的权杖三呢，非常的相似哦。再来，顺从跟自由，这个比较难理解哦。顺从跟自由，就是因为我就是大家的易经牌卡呢，有抽到了这个先凶后平，就是你会刚开始会遇到小人的一张牌嘛。那么君子在犹豫不定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做法，就是你要先表面上和这个小人很好的相处，你才能得到自由。有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如果你的老板呢，不是一个很容易就是相处的人，他对你来说在事业上给你处处掣肘，可是呢，你要学会用顺从的态度跟他相处之后，他才会给你放下权力，你才能够得到事业上一定的自由。所以这两个概念有点相反，可是呢，在这个易经牌卡就已经解说了这件事情。因为一开始君子还不知道怎么应付这个小人的时候呢，他是以一个就是以时间拖待变，然后再想想看，在优柔寡断，在平衡事情怎么发展的时期，最后事情才得到一个平顺的一个结果。那么从你的这个神谕卡来说呢，他说要挑战你的这个观点，再来是不要怀有恶意。因为紫微帝星呢，紫微星它是一个不怕凶星的，就是它即便是旁边围绕了很多就是怀有异心的这些臣子啊什么的，他因为他的权力握在手上，所以很多就是古书上，就是紫微斗数的书上都会说紫微是比较不怕凶星，因为它可以制服凶星的煞气。所以这边就在说，如果你自己就是行得正站得正的话，以时间去换取你的空间的话，最终
这组的人呢，在事业上会获得平顺的一个结果，但是他当然就很挑战你的这个原本的观念跟你的一个观点。很多人嫉恶如仇，在这个牌组上，这个事业上就是告诉你说，事业上是有灰色地带的，它可能会挑战你原本的一些从小到大教育的一些观念。可是当你呢换个方式想，转念或是设身处地，因为小人之所以会变成小人，他一定有他的环境跟他生长的一个过程哦。那么有一些小人呢，是因为不具就是安全感比较少，所以他很容易怀疑别人，所以你就会觉得事情做出来处处自走，因为你可能要不断的跟他沟通往来，给他更细腻的东西哦。可是有时候如果你转换你的观点来看，如果你给了这些东西，你的事情就可以顺利的推动的话，就不要带有一个预设立场，觉得别人是在刁难你，有时候只是他在处理他自己的不安全感。所以第二张牌又讲到说，就是不要带有先见，就是预设立场，觉得别人是有恶意的。总体来说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今年的事业运呢，你到最后会有主控权，就是紫微化权，最后你会有真正的实权握在手上。所以的格局要和紫微地心一样大，才能够把你的特质发挥到淋漓尽致。有些人每个人都有各种的缺点嘛，所以呢可能要学会转念去想，然后转念去看为什么别人要这么做，先不要觉得别人一定是在针对你有时候不是有时候别人是在处理自己的情绪，但是他波及到了别人，所以你要审慎的观察跟思考，所以你才会有先尊重别人，你先尊重他的作为，然后远见就是你要先看到这个事情如果没有这个小人的话呢，他其实有时候不一定可以做得成哦。所以你要有各种的判断，在事业上呢，你就要把自己的灰色地带可能要稍微扩大一点，或者是把观察的时间呢延长一点，才能够让事情尘埃落定。再来呢你又抽到了在美丽当中行走，就是这是一个神奇的宇宙，而神奇的宇宙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星体，各式各样的想法的人。那这边就是在说紫微呢，你必须要能够和铃星啊，和陀罗，和火星啊，这些六煞星啊都能够相处得很好，你能够制约他们，你是一个能够制服这些小人跟凶星能量的人。只要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无奇不有，他能够有这些行动或者事情会发生，都有他的一定的原因跟道理，就先不要觉得事情都要在我的观念之下发展。今年就是一个你是事业开始格局放大很大的就是一年哦，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呢，就要开始用另外一个观点来看事情。那么呢，这边就提到说，你要就是去除旧有的事情呢，而且你要疗愈呢现在疗愈就是你要能够有重生的观点跟重生的力气哦。今年呢，紫微化权虽然它的地位很高贵，可是化权很忙，化权很辛苦，所以选到这组的朋友呢，一定会在事业上感到很辛苦的时候，尤其紫微又是一颗就是会容易感到孤独的心，你会觉得为什么都没有人来帮我之类的。可是因为紫微的能力通常会比别人高很多，尤其他在事业当中的发挥的话，所以选到这组人就要有一种，我很讨厌的一句话就是能者多劳。我其实觉得能者多劳这件事很不公平，可是呢，如果你就是这件事情必须是由你来做而别人不能做的话，那能够为了让事情能够有效率的推动，就只好也稍微承担一下这样子。那么呢，再来看到你的塔罗牌卡，从右边的牌卡来看呢，跟下面的牌卡可以很明确的知道，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今年的事业会有一波很大很大的变动。
你甚至会思考说事业对你来说是什么，而且你有抽到这个恶魔牌，但是我要诚实的说，3组的人用不同的牌卡，就是不同的时间好好抽，3组全部都抽到了恶魔牌。当然它的意思不太一样，你的恶魔牌和第一组的恶魔牌意思也不一样哦。这边的恶魔牌比较像是说有人来侵门踏户，有人想要就是来就是看着你的位置，或者是组织有变动，因为你抽到了塔牌，很可能你的产业有非常大的变动，例如说因为科技的改变造成的组织很大幅度的就是删减哦，又或者是说因为你升迁了，所以有人小人或者是些其他的流言蜚语，或者是有别人虎视眈眈的看着你的这个工作的成果。所以在一段时间当中，在龙年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是有一段沉寂的时候，而这个沉寂的时候就是刚才易经牌卡所说你还在犹豫不决的一段时期哦。可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心态可能蛮好的，尤其你又抽到了这个紫微化权哦。权杖3呢，这个权杖3不是只是呆呆的握着权杖然后往远方看，看着有没有别的地方，而是奋力的往上爬。塔在这个上面它掉了下来，人掉了下来，就是闪电打了下来。可是呢，我可以看到这组的朋友不断的，就算是打下来，你还是奋力的往上爬，所以其他人掉下来了，你却是往上升了。所以选到这组牌的人很可能会在大家都觉得环境很不好的时候，反而在就是在事情平稳之后，在这个环境平稳下来之后，是升迁的那个人，而这个升迁的机会会为你带来呢一定的加薪跟钱财，因为你有这个钱币的侍者哦，而且感觉上是雨过天晴。不过我还是得说，就是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在龙年的有一段时间，可能是刚开始的时候，上半年哦，会非常的险恶，就是你会有一段时间，你会静静的看，静静的思想，不想和别人有所很大的冲突，因为如果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其他的一些知道的部门啊、人啊、朋友啊被裁员或怎么样的话，你不可能大张旗鼓，因为就算你在蓄积你的力量，你慢慢往上爬，你也不能够让别人知道你在就是为你的就是未来呢一步一步往上爬这样子，因为其实是有人在盯着你的就是盯着你的事业上的进展。这边的恶魔牌的意思这样和第一组是不太一样的，虽然大家3组人都有抽到恶魔的牌。那么今年呢，简直就是有一个分水岭哦，在之后当你把紫微化权的这个力量就觉醒之后，你往上爬之后升职之后，格局整个亮起来，整个放大。而权杖4呢，在这个事业当中就是你得到了一个稳固的结果，不论你是要跳到别的公司，或者是创业，或者是你升职了，这个最后得到的结果都是稳固的，都是可以让你成家立业非常安心的权杖4。它是有4根柱子牢牢的钉在这个地上，你的事业呢是有非常良好的基础守着。而这个审判牌就是它对比于你上半年或是你之前遭遇到的一个挫折，遭遇到的小人，或你得到了一个平反，就是拨云见日，阳光要露出脸来了，而你用你的这个技艺，你用你的功夫克服了这个艰难的这个环境。而这个钱币7跟宝剑6呢，他们两个是不同的风元素跟土元素，可是他们两个呢都有这个宝藏盒在这个意象里面哦。你可以看到说这个钱币7呢，它就是像一个宝藏呢，你不断的耕耘呢，它终于旺起来了。而这个旺起来呢，很有可能是你带着这个宝藏呢另辟蹊径，有可能你到比如说公司的分公司去发展，去海外发展，或调到其他的地方风平浪静的地方，
调到不同的部门哦。那么这个是因为你身上具有的才能呢，很棒，所以被看见了。为什么呢？因为传统上的这个宝剑六，通常是男生在划着船，然后这个前面坐着这个低头的这个妇女跟这个小孩。可是我这个图像呢，是感觉上是一个成人，他坐在这个宝藏盒上。他这个小孩感觉上是他带着就是有部署，或者是他带着他的才华，他在宝藏盒里面就是他具有非常高的能力，这边的自主性非常的强，是自己划船要到彼岸。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你身上具有很强的统御的能力、管理的能力以及分析策划的能力哦。你工作上的专业呢非常非常的高。尤其呢当然紫微呢他很常是什么学者啦、教授啦，就是师字辈的啦，或者是企业主管这边的他很容易在大公司里面工作。举凡你去算那个紫微斗数，每次看到这个紫微星，他都会说啊，你适合在这个大企业、跨国企业大的这个商务，就是大的总管机关不是因为你是大神，大神很无法栖在小庙当中，我这边就有这个感觉，所以你会有一个国际性或者是跨县市的一个移动哦。这边是因为你具有了很大的才能，而最后的魔术师的这张牌卡就说了，你在最后在龙年当中，你完全可以显化你想要的东西，你就像一个魔术师一样，手上拿着这个魔术棒，把你的梦想，就是天上的那颗星星给点亮，而前面的那个很像南瓜的，就是你丰收的一个成果。所以在龙年的最后，你的钱财旺了起来，因为你的事业的进展，钱财旺了起来，而且还会有不同地方发展的一个就是方向，不同地方发展的一个选择，可以让你选择，而这些都是因为你的才华能力，就是事业上的坚韧不拔，就是从塔上掉下来的时候你还尽力往上爬，这些特质都能够让你最后得到易经牌卡先凶后平后平，因为今年呢还是会稍微累一点的一个结果，但它的结果最后非常的美好，你就像是一个能够掌握这个事业诀窍的人，将你想要的东西呢从天上拿下来，或者是直接凭空给变出来。所以呢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呢，很恭喜你紫微化权是一个很棒，可以在事业上呢多所琢磨的一张牌。那么祝福大家龙年呢的事业运都会非常的好。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龙年的事业运势。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易经牌卡所抽到的是太上六。太上六是一个比较倾向于凶的牌卡那么紫微牌卡大家所抽到的是太阴，再来是地空。那么颜色的牌卡大家所抽到的是品格以及严谨，再来是地道以及五谷。那么两张的提点牌卡所抽到的是要拥抱你的柔性阴性的力量这张牌和太阴牌很吻合再来是无条件的去爱。在两张旅程卡所抽到的是彩虹的祝福，祝福呢将洒落在你的生命当中。再来是你是被上天所保护的，你被天使呢所珍惜着。那么塔罗牌卡你所抽到的是命运之轮，再来是吊人牌以及恶魔牌。哇，这组的能量和其中其他有一组很像
再来是钱币7，再来是正义牌，再来是权杖3，再来是圣杯皇后，以及圣杯8。那么这张牌则是月亮牌。选到第3组的朋友，我们从你的易经牌卡来看起哦。你所抽到的是太上6，太上6这张牌是讲说呢，困难还有逆境它将要到来了，所以你必须要谨慎，做一个自我防守，做一个保守的一个态势来面对将临的一个困境。那么呢，所以选到这张牌呢，基本上呢，事业运呢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你开始要知道，就是龙年这个事业上呢，会有一些困难将要发生。再加上你所抽到的紫微牌卡呢，它是太阴加上地空。那么呢，太阴在事业宫呢，它表达了一个就是在龙年呢，各位呢可能就是要稍微保守一点，因为以一个平稳，以一个舒适为主，以一个习惯为主，以一个工作稳定，就是循规蹈矩为主哦。它不是一个像杀破狼那样子开疆拓土型的哦，不是。在事业运上，尤其又逢到了地空，地空呢加上太阴，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点清闲，甚至有一点点退休的一个状态哦。因为做着就是很一般的事物，你之前都做得很熟的事物，然后在一个框架之下，但是又没有很多，所以呢就会有一种长者清闲那种感觉，就是工作上呢就不会是东奔西跑，没有那个感觉。甚至有一些人呢会赋闲在家，因为太阴也表这个房地产，就是房子，所以加上地空，所以有可能会在家工作，或者是赋闲在家，这都有可能。另外呢，太阴在事业上呢，它是比较倾向于几个行业，例如说美容啦、文学啦、艺术，还有关于女生的服饰啊这些这些都算是太阴的管辖范围。那么地空就比较特别哦，地空它不适合经商，不适合算钱，它尤其不适合就是金融，就是所以选到这组牌的人，如果你是相关的行业的话，要步步为营哦。再来呢，地空呢，它最适合的就是需要那种幻想、做白日梦的那些职业，例如说诗人。以刚才的易经牌卡来看呢，在例如说动荡的时期呢，在以前中古世纪动荡的时期呢，就会有那个吟游诗人呢，在各个城镇乡间，然后看一些就是英雄的事迹，把这些诗歌就是流传下去，达到了自己在文学上的一个成就。地空就有这个感觉哦，就是再加上易经这张牌卡，它特别适合就是需要想象力的艺术跟文学类的一个类别哦。所以如果你是做这方面的呢，就会比较不受到影响，但基本上大部分应该都不是。所以就是以一个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一个姿态呢，去安安稳稳的度过龙年呢，是最重要的哦。那我们再来看你的颜色卡，抽到的是2张非常稳重的牌卡，一张呢是品格严谨，这是深蓝色，然后咖啡色的是一个比较朴实以及比较粗鄙的一个，而且它这边这2张牌卡就有点明显的代表了太阴哦，因为太阴是一个认认真真、清清白白做好自己事情的一张紫微主星哦，所以品格严谨，它有一点太阴的这个很专注做自己很细项很细微的一个细琐的一个工作的那种感觉在里面哦，而且很坚守自己的岗位，在事业上呢是一步一脚印的那种感觉。而灭色呢就很像是这个地空呢，这个灭色，这个颜色灭掉了，所以它是一个比较你需要花一点心思去面对地空的这张牌，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凶星哦，所以你要用一个朴实的态度
脚踏实地的态度来面对你的事业运，就是在龙年的时候，除非你是诗人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什么朴实啊，就是文学那些没有，就是文学就是要展现你的文采，那些你可以尽量的空想幻想都没有关系。可是大部分人并不是这样子的哦。这边就是提醒你说，龙年要有一个比较诚实品格，还有坚守正道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未来的这个挑战。再加上呢，你的塔罗牌卡也显示出了这一点哦。那么我们先来看你的神谕卡，他说呢，要拥抱你的阴性能量哦。我觉得选到这组牌的人有很强烈的，就是要展现易经上坤为地，一个接受，一个柔顺，一个把阳刚暴力之气就是收拢在你的就是温驯的态度里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要拥抱你的阴性能量哦。再来呢，你要无条件的去爱，这边的感觉都很非常的很太阴的能量很强，都是一种在夜晚当中，在一个似乎你必须要用很多的包容，很多的一个忍耐呢，去度过这个事业的时期哦。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不要被这个混乱的情势呢激起你的反应。最重要的就是外界发生的事情跟你本来做的事情呢，你就是把本来的事情呢做得非常的妥当，就可以度过这个时期。那么呢，拥抱这个阴性的能量，还看到说你可能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时期，因为有地空牌，所以你可以在这段时期孕育你的事业的下一步的想法，但它就是想法，它还没有落实，所以你可以先在你的脑中你先规划，先想，你可以肆无忌惮的想，例如说我想要开一个早餐店，那么我来列一下，我需要卖什么品项，我要卖什么蛋饼有什么口味，你都可以想的，我都没有看过人家就是卖这个蛋饼里面加什么香菜，我要做香菜蛋饼之类的，这些都可以想。但是在今年的事业运上，就是这个孕育的一个状态哦。那么所以这边就是提醒大家，还在思想当中，思考当中，还没有实践，还不到实践跟拓展的时期哦。那么呢，在接下来你有个牌是祝福洒落在你的生活当中，然后你是被这个天使所珍惜的哦。你看这几张牌全部都是阴性的能量，你是被保护的，你是被照顾的，然后彩虹会落在窗前，虽然你现在还在暗室里面，但彩虹会落下来，这边的感觉都非常的月亮，就是非常的柔和和煦。然后你要相信自己呢，会走过这段时期，这个很多人爱着你，很多人呵护着你，保卫着你，就是事业上呢，就是一个安稳的一个状态。那么我再来说这个塔罗牌卡呢，我必须很诚实的说，所有的3组牌都抽到了恶魔牌，而且我用的是不同的牌卡，所以它绝对不可能是就是不小心又掉出来一样的牌，没有。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我觉得和第一组有点像，就是你们抽到了很多很类似的牌，但是因为你们的牌卡的图案不一样，所以它的感觉会更不一样。而这组牌卡感觉上就是比较制式，比较因循之前2023年之前的一个工作的样态再继续发展。那么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你抽到这个命运之轮，就是感觉上呢，似乎有什么命定的东西在酝酿，在感觉，在事业当中有什么漩涡在产生。不过呢，它后面接的牌全部都是这个你要忍耐啊，你要继续耕耘啊。然后而这个恶魔牌算是这个恶魔牌里面比较浪漫一点哦，它比较没有那么可怕，它还是在光里面哦，而且感觉上你是被这个家庭跟另外一半守护
折的。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有这个家庭，有另外一半，感觉上你可能就是也可以当就是在家里做家管或者在家里工作，感觉上另外一半都会支持你哦，这边可以感受到这个感觉。甚至有可能你的另外一半会希望你在家里，他会诱惑你，他可能会用一些物质的条件说，我给你多少很多就是零用钱，你可以待在家里嘛，甚至有这个感觉哦。所以它会造成你的事业的空转，因为他不希望你在外面，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感觉。那么呢，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在事业上，在龙年呢，会有一段时间是你需要忍耐，而且他很不确定，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太不确定了，所以你的另外一半才会希望你就留在家里帮助他，或者是做一些就是照顾小孩，分工合作，就是主外主内分清楚这样子，也有可能是这样子。不过如果是以事业型的人来说呢，这整年就是一个看着命运的推动，但是你自己呢不断的耕耘，而且在不确定的环境跟一个没有外界呢不那么就是支持的环境当中，你还要忍耐牺牲，就是度过每一天，比较有那个感觉。可是呢，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其他的牌组当中呢，上半年跟下半年呢能量都超不同的，就是下半年就会好过的多了啦，就是有可能你会就是黯然的离开一个你很喜欢的环境呢，去做别的工作，或者是转换一些环境。再来呢，你可能会就是疗愈了你之前上半年的一个失落的感觉，因为你有这个圣杯皇后，她的自我疗愈能力非常的强，直觉非常的强，所以圣杯皇后跟太阴的能量跟这个女性你要这个拥抱这个女性阴性的能量呢，都是在讲类似同一件事情哦。所以你在你的事业当中，你在你的组织当中，或甚至在你的家庭当中，都是那个可以包容别人，就是善解人意，可以体察人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那种感觉就很像是在这个部门会计部门很久的什么阿姨啊，那种感觉就是大家看到他就觉得很安心，就是公司还在运转着的那种感觉，你就是那样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存在。所以呢，可能在上半年事业上的发展呢，不会那么尽如人意，不过你还是会担当起一种呵护，跟一种呵护你的工作，呵护你的事业环境的那样子的感觉，继续存在在你的这个事业体当中哦。而且有展望未来的感觉，因为呢，公平正义呢，它还是到来了。所以选到这组牌的朋友呢，虽然龙年它不是一个大鸣大放的一年，它是一个还是有些许流动，你做着每一件事情呢，都有其稳定你的环境的意义在里面哦。你是那个稳定环境的一股很温暖的力量。因为整体来讲呢，你的牌就是非常的有温度，非常的有温度，甚至你还可以安抚这个组织里面的人，所有的人就是觉得未来很不明朗，很不确定，然后充满了自我怀疑，甚至你都还可以当做那个安慰的那个人，所以是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一个存在在这个组织当中。但最后在事业当中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展望跟表现在里面。不过总体来说呢，因为所有的牌卡都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姿态，是一个你需要用智慧去迎接一个外界变动的龙年哦。这龙年就是需要大家用一个柔性的力量去安抚整个躁动的环境的一段时间。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龙年呢，在事业上能够
能够想到很多的想法，因为这边看起来你可能会孕育出很棒就之后可以实行的想法，那么其他的呢就可以按部就班做好就好了。那么呢度过了就是龙年之后呢，就会有新的展望出现。那么以上就是第3组的解说，谢谢大家的聆听，祝福大家，希望大家能够顺利。那么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